分养苏侃，东马开家后，东马开家后，大家来做客。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来自一所大学大众传播学系的玉静。那今年夏天呢，我们一所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的同学们，从台湾远飞到马来西亚梅里这个阳光普照的地方，在小老月留台同学会学长学姐们的热情引导之下，我们要逐步寻找南洋的客家足迹。而我们的第一集呢，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来宾，来到我们家做客哦。他不仅是梅里知名的艺术家，也是梅里子扬学会的主席，更是梅里河坡同乡会的教育主任。他就是我们的邓江华老师，欢迎老师。好，大家好，大家好。首先，稍微简单聊一下老师的背景好了。您之前是从古晋搬过来的是吗？啊，是吗？啊，是。我从9岁时候就从古晋搬来米里了我们整个家里搬过来搬过来就在米里补助小学上3年级了，我们9岁到3年级开始上。那时我记得是坐船，我们整家是坐船过来，跑了1个星期，那个船因为以前的米里60年是很多货，那个船应该是不到1000吨吧，我看那个货船应该是800吨左右，哇，摇了1个星期在船上，哇，真的躺了1个星期起初一直吐了没有了，就不会吐了，哇，摇了1个星期到米里这边，然后到了米里就非常的奇怪了，我们起初我们住在新夏，后来我们就去租屋子了，然后在马路看到跟那古晋的那种情景是。完全不一样啊！他这边马路有很多那个抽油机，那种早期的，一个架，然后一个像鸟这样一直上下这样的那种早期的抽油整条路是这样，从巴萨到补助都是整条路都好多台了那边一直这样一直抽那个油。就是老师，您从小时候就很喜欢书画嘛？然后也有得过很多。我小时候是喜欢画画的。是喜欢画画所以书法是后来才学的吗？书法是在学校，我在古晋的时候就完全没有接触到书法，因为那是12年级嘛。我来这边3年级就有开始了，不过也没有人教那是。学校老师就是拿那个样本给他们去写，他们因为学校老师也不会写书法所以那时也没有人示范，也没有人讲解。我那时喜欢画画，就是把它画出来，就把那个字体画出来，然后把它填充这样的。所以那时候是有点类似像是字帖那样子的。字帖。我就照做把它模仿了画出来这样了。因为我小时候是那个60年代那个。也完全没有机会去那种美术学院补习这样那时不要讲是美术连那种课本那种补习都没有人开的也没有什么管道去学习这样主要是靠自己因为那时的也没有网络嘛，那时到我毕业小学毕业的时候，你看才70年代吧，70年代到中学也。那个教育方面还是很落后，所以也是没有补习班，所以我们就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了。那些朋友有喜欢书法，我们大家一起切磋咯，这样然后连那种书本都很缺乏我们都是去香港寄来，一部分香港寄来，大家就。因为这资料很缺乏嘛，所以大家就借来借去咯。我有了，我借你，你又借我咯，所以就是这样。那我们今天有特别准备了我们台湾留学生们非常喜欢的台式炒泡面，跟我们的黑糖鲜奶茶要来招待您。我们就让诗翰来介绍一下，跟老师也跟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料理是怎么样想要做这个台式炒泡面的。好。那就是老师跟各位观众好，那我是今天的这边做菜料理的人肖诗翰。那我们现在跟您介绍一下这2道料理吧。那
这道的话是台式哥罗面，为什么叫台式哥罗面呢？因为我们来到梅里的时候，吃到这边的哥罗面，发现觉得很好吃，然后很像我们当地的我们这里台湾当地的一些传统美食。那我们就想想说，那我是不是也可以来做一道很代表台湾味的，然后又像哥罗面的东西？我们用一个台湾人非常常用的方式，就是炒泡面来呈现这道料理。那里面就是会放一些洋葱，然后高丽菜，然后以及猪肉片，然后下去把泡面给炒一炒，然后最后再放上一颗鸡蛋。然后这个是台式香肠，这个是我们另外给你做的主食。那接下来这道是黑糖鲜奶茶，刚刚你应该就有尝过了。那黑糖鲜奶茶的话，其实它没有茶，它就单纯的黑糖加牛奶。没错，做法的话就是我们会先把黑糖下去用锅子炒，炒出一点香气之后，然后再加水把它做成黑糖浆，然后最后倒进鲜奶，用自己喜欢的比例去调就可以了。那这道就是黑糖鲜奶茶。这2道料理献给老师。这刚才看我以为是豆浆啊，会经过台湾人呢，都早餐就是豆浆啊。然后也会有啊，没问题，你可以大胆的说出您对这道料理的看法。味道很特别。老师吃吃看我们的锅罗米，就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锅罗米，您吃吃看。刚刚说到一定会配一颗鸡蛋，然后一定台湾人最爱的菜就是高丽菜。那我们就是希望说来这边可以复刻出一些家乡的味道，然后给我们来我们家做客的客人们尝看看台湾的台湾味。很不错。因为有这个面啊，因为加了这个泡菜，它就很有嚼劲啊。所以柔软又有嚼劲，那个是台湾人的蔬菜喜欢吃的是脆口的那种脆口啊，是吧？对，所以我是看这个香的。也是很不错味道。不过好像稍微有一点咸这样。有一点咸吗？对，香肠台湾香肠味道会有点咸。马来西亚这边是不是也有中秋节？应该也是有过中秋节。那你们这边是会烤肉的吗？还是说就是吃月饼，然后赏月这样子而已？通常是主要是月饼啊，赏月饼一些节目这样的。原来，因为台湾人就是后来发展起来，就是除了我们会吃月饼啊，然后还有赏月之外呢，中秋节大家最喜欢的就是烤肉这件事情。没有，这边就很少烤肉。原来如此。不过这边烤肉反而是这边的土著会比较出名一点，他们是鲜猪肉。我们都鲜用腌鲜的那个味道很不错。然后就是本地的那种马来做的沙爹一样咯。那个通常我们宴会去买的很方便嘛，都买了一盆这样然后一串这样就通常会预备这样的美食啦，比较方便不过华人也会弄反正这些干面也是很多土著现在会有大家就交融一起就互相都有去会做各自的美术。对我们的料理算是满意的吗？满意。满意吗？老师喜欢就好。因为我们也是翻遍了各个超市，我们才找到这些食材，想说要复刻一个跟我们台湾味比较像一点的料理，然后又跟梅里这边当地有一点接近的料理。是啊，其实米里的那个锅罗面是很出名的他们西马就做不到这样的味道。他们一来到米里就一定要吃这边的锅罗面。没错，真的很好吃是啊。老师，我们就是可不可以趁这个机会教我们怎么样用合佛话来讲说欢迎收看东马开嘎后？我想象老师比较少在用是吗？很少，会在家里就是用华语我孩子都不会都不会用方言。这边米粒有个不管是什么方言其实下一代通常都是讲华语的了。它不像古晋师傅是一定会讲那个福州话。在米里有很多福州人不会讲福州话，像我的孩子他们都不会讲客家话的。都这边我觉得各族这分化就
就没有这么强烈，不像哦你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他们都是比较勇强，对不对？这边很多就已经被跟这边的这些土话就是掺了啦。就像我们每次去台湾去外地会弄到很尴尬，就讲他们那个戏馆就讲水草啊，水草。在咖啡的 order 我要水草，我听不懂。昨天那个天门公讲什么冲凉是不是？冲凉，不是洗澡这边就是讲冲凉，是吧？那冲凉跟洗澡对这边的人来说差别是什么？冲凉应该是方言啦，方言。可是我们的华语。因为小时候就跟父母他们呢就应用在这种社交上面了。有那种长知识的感觉，因为在台湾完全不会有这种新的东西的感觉。就是我们那边的方言就是闽南语。对。我们平常在讲话其实也都是以华语居多。那老师，我们有听说就是您每年都会参加挥春活动，然后还会就是写春联给大家这样子吗？是啊，我们都是。以前像前2年我有为培明举行这个春联义卖会了。筹款给培明因为我们的度中都需要我们这种社会人士大家去有钱出力有力出力啦。反正这个书法是我专长，我们就跟一些古今的先业和书法协会合作了。大家贡献那个作品很厉害。那时我们就跑了整个米里省去到巴敦苏布地还有马鲁地3个地方，还有米里市区所以基本上大部分的学校都有你写的春联。读中有啦，大部分的读中里面都会出现到你的笔记。有。小学就比较少了。小学比较，中学比较多一点。中学。因为书法，他们有速成嘛。每一个阶段就每一个阶段的成果，好像我们现在学生我们就给他小学就是念楷书，要有个基本功基本功。像老师这么厉害的话，就可以写个行书，写个草书。草书我就没有去写，因为书法的范围太广阔了。通常我是写这个楷书、行书还有隶书。行书就已经很厉害了。行书其实就已经很厉害了。就是在楷书上面一直开始有变化的时候就很厉害，就需要有技术了。是的，因为草书草书老实讲会看的很少甚至我上次还遇过一个书法家，他上次写作品然后拿去展览的时候，我就问他这个什么字，他自己都忘记去了。当下旁边有对着看才会知道是什么字。就是因为草书它少了一点还是歪了一点，一撇是歪了一点，它就另外一个字体了。它可能那个要3画的字，然后可能这样一下来。就是所以而且有一个老板他早期有个书法家送给他一幅草书，但是很多年后他拿给我，刚好去到他的办公室嘛，他拿给我看，当时那个书法家有跟他解释是什么字他没有记起来，他已经忘记了，他又不敢，因为他以前是挂在家里，然后又把它拆下来，因为有时候会问他又答不出了，所以有那种这样的现象存在了，所以他来问我，我就讲，那个书法家没有跟你讲咩？他有就是忘记了，然后人家来到我家就问我，他讲。他又答不出，所以他干脆就不敢挂了。哇，是啊，太艺术了，像抽象之类的。抽象艺术就是抽象艺术。真的可以讲，因为很少人能够理解。老师还是比较喜欢原本文字那个美感。因为美感每种字体都有美感。有个我们这边有个郭慧妍，他的办公室里面都是挂我的字画。然后有个工会，他叫我写给他的，是由工会送给他的。我看他挂一个时期就被拿下来了，就是那一幅草书。草书，我看他也是面临这样的问题，
所以这个给我印象也是很深刻的一件事。哦，很深刻也是很特别的一个回忆。就是。那老师，我们也知道说您近年有创作的就是很大型的壁画，是在美里大伯公庙后面，就是他们的文化馆后面的3幅很大的作品。那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3幅作品分别是什么样子的？那是他们公庙他们要成立这个文化馆所以管理层就来邀请我了，还要画一个米梨的旧市场。旧街道所以那时他找我的时候，我就赶快要去找资料哇，那也叫非常的难找，因为以前那个是60、70年代，那时没有彩色相机都是黑白的，在那种资料那种图书馆还是网站都找不到，而且找到也是眼镜头蒙蒙的。所以我就靠着我小时候的印象然后去找那些前辈他们的口述那个当然其实这样，所以就把它整理了，然后就把它画出来了。所以这一幅作品是靠着老师自己以前的印象，然后加上一些前辈的口述资料，然后把它整合起来做成的作品吗？是啊。哇。因为我们前几天有去大伯公庙那边，我们自己也有看到这一幅作品，真的觉得非常还原度感觉非常的高就是感觉不出来是这样子把它创作下来的。老师画出来之后，也可以让我们这一辈的人就是知道说原来美里以前是长这个样子。就是甚至很多本地人年轻他们都也是会去看，然后去研究原来米里以前是这样的。你看那个河就不见了伊巴萨也搬迁了被拆掉搬迁了，是吧？很多那个你看那个 sale 大公司，也搬迁了那个就是那边的场景已经完全都变样了，这样。就是而且以前的那码头工他们是推着那个。好像类似3轮车这样满街去送货的因为很近嘛，就在市区那边，因为时代发展到越来越拥挤了嘛，那个楼梯在那边，在市区转来转去也不方便，所以现在就也没有那个3轮推车在推的那种没有了。老师可以再跟我们聊聊一个画作是在河婆同乡会里面，然后的尼亚石洞然后还有那座桥那个桥是的。那我们可以聊聊那一座画是什么时候画上去的，然后画了多久，然后里面的内容。那幅画就比较快了，那个1个星期我就画好了。哇！那个长桥嘛，因为已经拆除了，这有那个纪念的价值了。所以我就用西洋的景色配那个长桥了，会颜色会比较鲜艳。整个沙洲米里是出产最多毛虾的季节了，毛虾，所以他们有几个2、3个人在那边捕毛虾，然后一个老伯在那边收获很多的毛虾了，尤其是码头我就很常去那边钓螃蟹钓螃蟹吗？也不会多跟几个朋友。就在码头那边那个边沿边就放在那个篮这样，那螃蟹的篮这样放上去。现在还钓得到吗？现在应该没有，现在河都不见了，没有现在很难的。而且污染也会比较严重一点，工业上的污染以前没有这么多工业，70年代的时候没有。然后老师，我们想要再请教一个小小的书法的问题。你觉得一幅好的书法作品，除了最基本的笔法跟结构之外，还有哪些是你比较会重视，然后特别会看的地方？不管是哪一类书法，我觉得它的除了结构你要美之外，最主要是笔画要正确。笔画比如隶书它有一定的笔画，楷书也是有，就算行书，它虽然是有点比较龙飞凤舞这样很快速可是基本的笔画也不能够忽略这样然后行书它容易形成他个人的风格
楷书就比较难，楷书因为就是很方正嘛，是啊，分别在这边，所以我们这些书法写来到最后就是写行书有个部分呢会走进这个草书里面的，不过现在书法就在中国好像流行，好像已经走向偏了，很多那些丑书所以我那个我就不欣赏了，我还是喜欢这种传承，而且那个好像就不用什么去写丑书让他们就是很随意的，随意的，所以把那个精华都把它抛弃了，这个我就比较反对。主要我们是要传承这个中国，因为这个是中国我们华人嘛最独特的嘛，这个文字艺术嘛。你看那西方 ABC， 它不能够艺术化，没错。他的文字不能够在艺术上这么广泛的去应用。一些名家他甚至还可以保留，你看几千年这样有一个价值那边的，那个是最重要啊。这个梅里城市里面的大家就愿意，就应该说很想要找你画画，然后在城市的不同地方画画。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有这件事情？在这4年之内了。在这10年。因为之前我就在学校画了很多。学校因为他们是活动的比赛啦，他们是学校对学校的。需要我帮忙，我就去帮忙一下了。那个是象征式的收费的。然后他们的舞台我也画了很多，不过现在就换成那个 LED 的荧幕了啦。所以老师也是从梅里的校园里面，然后慢慢走到整个梅里。是啊。而且老师因为我们不是学画画，其实我们不是很清楚，就是你怎么会想要挑战就直接画一整面墙？因为画在纸上跟画在墙上应该是不一样的吧？对您来说，你觉得这个体验有什么不同？因为纸上是那种比较艺术而且它很小，我们的比例很容易掌握。然后你在床上很大的话，就我们比例就要拿捏得很准比例方面，那这彩色呢就没有问题了，因为我可以讲从幼稚园开始了，那时候还没有读幼儿园就很喜欢去画画。那老师最后就是您对于梅里未来的就是中华文化艺术发展这一块，就是像您想要推广大家就是去画画或者是去写书法，您有什么期待或者是期许？这个范围就很宽了。因为这个小地方，刚才我讲，这主要在于传承有传承下来以后的发展就有很大的空间了。如果你没有传承下来，我们没有传给下一代，那个市场就越来越没有了。因为现在真的，它不像那个中国有很多拍卖会然后这边政府他们就。好像我们中华文他也没有去资助没有去鼓励所以我们也是要靠我们自己华语去发展。然后这些商家，也要多去支持我们本地的艺术创作啦。这个我是，要不然就会慢慢渐渐的去没落了第一没有市场，第二人家也没有这种想法这个是最主要，所以我们就现在注重在传承那今天谢谢邓老师的分享，我们今天可以跟老师面对面的交流，然后还可以一起品尝我们自己做的料理，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棒的事情，然后也在我们心中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回忆。那今天就再次感谢邓江华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那也谢谢各位观众的观看。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且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我们的上片哦。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准备结束啦，大家拜拜。